大家好。第一次录了中文的视频以后呢，受到的反响还不错。然后的话呢，我就在想，可以继续录一个中文的视频。因为毕竟中文是我的母语嘛，所以的话呢，我想的话应该更加轻松和自如一些。那么的话呢，当然对于我的这个 audience 的话会困难一点，因为虽然我做了英文的字幕，但是呢，第一是字幕的这个准确性呢，大概只有90%左右。第二个呢，就是毕竟他们要听这个我的中文的语音的话，他们还是有困难的。所以的话呢，大部分我的这个听众呢，他们还是这个外国人，也就是他们实际上是听不懂中文的。但是呢，我还是想尝试一下，继续来聊一聊吧。今天我聊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关于我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在2014年，也就是我已经38岁了。那一年呢，我去考了一个这个中国的教师证，也就是 Teachers License， 然后我就有资格可以到中国的小学、中学、初中、高中，然后去当那个老师了。然后的话呢，因为我自己又有这个硕士学位嘛，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在中国的这些学校里面呢，小学里面呢或者中学里面呢，我又是那个所谓的名校的毕业生。然后年龄也比较大了，经验也比较丰富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能够被他们接收的几率呢还是很高的。这是我的那个教师证，是中国政府发的，是那个教育部吧。然后的话呢，更有意思的是，我在那个2014年，我拿到了因为也要考试嘛，38岁我就参加考试，然后考到了这个教师的资格证。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呢，2014年我就在想，我想呢，这个教育这个事情呢，比我以前做的这个，我以前有一个计算机的硕士文凭，我以前的话大概有10到20年时间是从事计算机的工作，同时我除了这个计算机的硕士文凭以外呢，我还有一个这个金融学的本科的文凭，也就是我还在那个证券公司呢、金融公司呢也从事了，也做了一段的时间。所以说呢，我突然转化到这个教育学呢，也算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我在2014年我突然参加了一个已经有一个硕士学位的时候呢，就参加了另外一个硕士学位的一个学习。然后呢，到2018年的年底，也就是在我43岁的时候，我才拿到了这个第二个硕士学位，教育学的硕士学位。这个是这个我的那个学位，这是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大概是有中国大概有10所左右的比较著名的师范就是学校 Teachers University。然后的话呢，湖南师范大学呢大概排名在第6位、第7位吧，全国的。然后的话呢，
这个过程呢也是很有意思的。我怎么突然就是从一个计算机的一个从事计算机的人变成去学教育学呢？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个人的这个思想，人的这个精神，是需要通过学习、通过教育来进行提高的，所以呢，我就想要学教育学，挺有意思的。然后我就开始不断的看书，研究教育学方面的东西，包括心理学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比较教育学，比较中国的教育和其他的这个西方的国家，欧洲和美洲的、美国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教育。比较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各种的具体的这种教育的理念、技术、教育的哲学等等等。然后我就选择了我自己的方向，所谓的也是一个就是叫做 alternative education， 也就是说是另外一种有点，你可以说它有点像那个在家教育，也就是homeschooling。你可以说它有点像这个方向，但是它不是，它就是其中有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英国的有一个叫做这个下山学校，叫Summer Hill School， 然后美国有一个叫做涩谷学校，叫做 Sudbury Valley School， 然后这些学校呢，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它的理念是这样的，就是说呢，你平常你的学习呢是老师教给你，也就是说是老师把这个所谓的他认为比较好的东西来教给你，然后你是一个被动的接收。但是呢，这个下山学校和涩谷学校呢，他说这样子不叫学习，这样子的学习呢是无效的。真正的学习是怎样的呢？是一个你主动的、你发起的，然后这样一个过程才叫做真正的学习。然后呢，所以呢，我就研究这一个方向，然后呢就阅读了大量的这一个方向的书籍，包括这个当然也包括英文的书籍，然后呢相关的大概有几十本吧，包括我的毕业论文呢也是这一方面的。然后我就发现这个其实有问题啊，因为我既然是研究这个方向，我学了这么多年，然后到现在也有4年了、5年了、6年了，我发现这个有问题的。就是说对，这个有个题外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学习完了中间呢，我也参加了这个大学的就是老师，也就是我还当了一段时间的大学老师。然后呢这个过程也是蛮有意思的。我就发现怎样呢，就是实际上我想的可能不是特别的对，也就是说我认为教育比计算机、比金融学甚至更有意思，更能够就是能够我们说的更能够进行提高吧，进行这个进步吧，提高吧，然后使我们的人生，使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更加美好吧。我最开始是这样想的，但是呢，发现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教育其实是做不到的，也就是说，我后来发现，教育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国家、跟我们的政治、跟我们的制度、跟我们的法律，跟我们的这个思想、跟我们的言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的话，实际上我单凭一个教育是根本没办法实现我美好的愿望的。也就是说，就算我当了大学老师，我发现还是有问题。所以呢，我现在呢又陷入了这个更深入的思考。那么的话呢，就是我发现呢，就是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当然对我的启发，对我的就是
因为我在这个过程我就要阅读大量的这个参考资料嘛，然后也就是正是因为我在寻求这个自我进步、自我突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就不断的去接触新的人啊、新的事物啊、新的这个东西啊，然后的话呢，就是我自己当然也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也就是说，虽然我是最后发现我选择的这个教育学这个方向也是有非常大的问题的，也就是它其实不能解决问题。也就是说，鲁迅先生不是说，哎呀，最开始他学医，然后发现学医并不能救中国，然后呢，他就开始就是弃医从文，然后他就从事这个文字工作，然后用他的笔、用他的文字、用他的文章来想要改变中国。那么呢，我呢最开始是学这个理科的，学计算机的，学这个赚钱、金融学，学股票，学这个投资，学这个理财这些方面的。然后呢，发现了这些计算机啊、理科啊、科学啊，并不能真正帮助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然后呢，我就考虑这个去学习教育，然后学习完了，学习5年以后，发现教育其实也是不能的，也是不可以的。是不是要像鲁迅一样去从事文字工作呢？可能也不一定吧。但是我想的话呢，我还会不断的去探索。那上次我说了，44岁了还考虑移民，对吧？这也是算一种探索。说这个教育学硕士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很有意思，很有中国特色。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实际上我的成绩呢，算是比较好的，但是呢，正常的，也就是我大概是在14年开始学习，大概在16年左右，我就可以参加第一次的答辩，然后到17年呢，我就可以取得这个硕士学位。但是为什么我是到了18年年底，也就是这个他们给我推迟了大概1年半的时间，才给我颁发了这个硕士学位呢？这个里面其实还有故事，也就是很有意思的故事。这个其中有一个教授呢，他就说我的这个毕业论文啊，就是关于这个自由教育，关于这个就是这种民主学校、自由学校这样的学校的一篇论文吧。然后他说这样的论文呢，这个论文是不好的，写的不专业，也就是你就像谈话一样，你没有提供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符合这个论文规范的一个这个这样一篇论文。然后呢，他就是要求我不断的去修改和重写。然后呢，当然其他的老师呢，我也向其他老师进行了反馈，其他老师呢就说呢，那个要我跟这个老师继续去沟通去学习吧。然后一直他就是觉得我的这个文本包括格式啊这些方面都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最后呢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最后我就实在没办法了。中间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然后他就说，这样吧，你就去拿给一个博士生去修改吧。那个博士生呢，大概可能需要收你5000块钱，然后他可以帮你改好。当然呢，我最后没有支付这个5000块钱，没有交给那个博士生去修改。然后呢，最后呢，我就问了那个学校的那个院长，然后院长说呢，你实在是拖了这个1年半了嘛，然后的话呢，你这样吧，你去把它拿过去，不是这个论文有一个系统嘛，然后通过这个一个平台，
然后呢你提交上去，呢，它有一个这个全国的这个教育学的同行啊，有一个盲审，也就是说通过也不知道是哪一个老师哪一个教授，他们来看你的论文，然后呢其中有3个教授会来给你评分，如果他们评分给你通过了呢，那么呢你的论文就算通过了，然后呢你就可以提交了。最后呢当然这个院长呢他是帮助了我，我提交以后呢，这个论文呢居然得到了2个优秀，也就是有2个优秀，1个中等，那么呢等于我的整体的评价呢是优秀，不仅仅是合格了，还是优秀。这样的话呢就等于呢那个教授的评价标准呢和这个全国的同行的标准呢还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我的这个教授呢对我的要求呢是可能太高了，或者是说太严格了吧。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来评价这个事情，不过也挺好的，因为虽然我延长了1年半时间才拿到这个学位证吧，但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没有损失，因为我并没有用这个学位证去做什么，去找工作啊，或去做什么其他的用途，所以推迟了1年半对我来说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影响。只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要反复的和这个教授去沟通嘛，所以当然肯定是有一点痛苦的。这个痛苦呢当然也是